为报孙子，婆婆总是逼迫我吃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，我喝的不是拉肚子就是流鼻血。但是碍于婆婆也是一片好心，就没说什么，但她却变本加厉，竟然拿老家大嫂的胎盘给我煮汤喝。我忍无可忍，拖着老公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出来后，我傻眼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与老公张磊结婚5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刚结婚，我跟老公是想过2人世界的，并不想要孩子，所以一直有意避孕，防止怀孕。但是日子久了，婆婆就按捺不住了，开始催我跟老公尽快生个孩子。耐不住婆婆的各种催生，我就跟老公决定备孕。谁知备孕好几年，却始终没有消息。婆婆见我迟迟不孕，也是着急上火，到处寻找怀孕偏方。我去医院做过很多检查，结果都是大同小异，让我顺其自然。我让老公去做检查，老公却说他一个大男人去医院做这种检查多难为情，一直不去。但是在我软磨硬泡之下，老公还是去做了检查，结果老公确实没什么毛病，所有的矛头又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为了能尽快怀孕，婆婆每日变着花样给我弄各种调理补药，我喝的不是拉肚子就是流鼻血，但是碍于婆婆也是一片好心，就没说什么。但是婆婆做的大补汤让我实在无法忍受，婆婆竟然拿老家大嫂的胎盘给我煮汤喝，当我知道后直接恶心的呕吐不止。这次我没有了以往的耐心，直接大声质问婆婆：妈，你怎么可以拿那种东西做汤？胎盘是不能吃的。还没说完，我又忍不住的跑到卫生间吐了起来。此时老公正好回来，看到一脸委屈的婆婆，再看了看我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指责我。我忍着恶心跟老公说了缘由，老公竟觉得我就是大惊小怪，胎盘在老家本就是大补的东西，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他们村里有些人还包饺子吃呢。听完老公的话，我又忍不住的吐了。老公的责怪让我心里很是委屈，但是毕竟是我身体不行，才造成老公迟迟没有孩子，愧疚上来让我只能忍气吞声。在我继续忍受婆婆的各种调理汤药的时候，医院的一通电话让我直接坐不住了。没想到不孕的并不是我，而是我的老公。原来上次老公的检查结果被医院护士搞错了，我的老公患有无精症，而且是很难治愈的那种。这个消息好似一个巨雷，将我劈得全身麻木。虽然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不孕，但是老公的这个病让我更是无法接受。老公家3代单传，如果就这样在他这一辈断了香火，婆婆怕是死的心都有了。为了婆婆，我只能将老公患病的事隐瞒起来。我以为我的良心用苦能换来老公跟婆婆的理解，没想到婆婆竟然背着我给我老公找小三。这个小三不是别人，正是老公小时候青梅竹马的邻家妹妹丽丽。要不是我闺蜜刘琦发现我老公跟丽丽去她家的酒店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。刘琦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我很自信地说刘琦肯定是看错了。直到刘琦将酒店监控调出来给我看，我看到视频里勾肩搭背的2个人正是我的老公跟丽丽，径直进了酒店的房间，直到第2天才出来。我全身颤抖，好似电击一般。刘琦见我颤抖的模样，吓得不断喊我名字，不知道喊了多久我才回过神来。视频里的日期正好是我出差不在家的日子，但是婆婆在家呀，难道婆婆？我特意给婆婆打电话确认了我出差那天老公是否在家的事，
婆婆很是坚定地说：“老公哪也没去，就老实在家。”婆婆的话让我直接震惊，看来老公跟丽丽夜不归宿在外玩乐的事，婆婆也是知道的。但是婆婆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因为我不能生，所以给自己儿子找下家吗？所有的一切还是我猜测，我不能这么断定事情的真相。跟刘琦草草说了几句话，我就赶回了家里。刚进门就看到老公跟丽丽正有说有笑的在沙发看着电视。见我回来，丽丽马上一脸殷勤地说：“嫂子回来了。”我见老公跟丽丽毫无距离感地靠坐在一起，脸色立马就不好看，直接将老公叫到卧室。“老公，丽丽怎么来了？她不是一直在老家呢？”说完，我一脸疑惑地看向老公。老公则一脸打哈哈地说：“老婆，丽丽一直在老家，也没什么好的出路，就想进城打工赚钱，贴补家用，暂时住我们家。你不会不同意吧？”说完，老公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我又怎么不知道老公心里在想什么？毕竟我手里还没有老公跟丽丽出轨的证据，一切还不是完全的确定，我也不能引起老公的怀疑，打草惊蛇。我只好先点头同意了丽丽住在我家的事。其实丽丽住在我家也好，省得我再费劲查老公跟丽丽的事情了。当我同意了丽丽住在我家事情以后，老公高兴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是反感。整晚，老公跟丽丽无时无刻的不在眉来眼去，我真觉得要是我跟婆婆不在，俩人估计就开始了。即使老公出轨了，但是我对老公还是有感情的，我觉得他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并不是真心的。东西坏了修一修还可以用，何况是人呢？知错就改，我还是会跟老公好好过的。虽然丽丽搬来我家，但是老公还算挺安分的，对我也跟以前没什么差别，我也就没太在意丽丽跟我老公的事。但是就在我起夜上厕所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丽丽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我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就没在意，拿着水杯就要回房间。但是路过丽丽房间时候，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，我心想，丽丽不会把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了吧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我想敲门提醒，却被丽丽房间传出的男人声音惊到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，跟我老公声音这么像，但是一想，老公不可能这么大胆。但是当丽丽突然发声，我的身体突然僵住。磊哥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老婆？丽宝，丽宝，丽宝，我最喜欢你了。这分明就是我老公张磊的声音。我站在原地全身麻木，没想到张磊竟如此胆大，在我眼皮子底下跟丽丽乱来，我真是低估了张磊的胆量。我本想直接推门而入，将张磊跟丽丽直接捉奸在床，但是我没么做。我知道，就算我真的将张磊跟丽丽捉奸在床，也无济于事。张磊会求我原谅，婆婆袒护他儿子跟丽丽，丽丽搬出我家，然后我还是忍气吞声的继续跟张磊过下去。我不想这么无能的任人欺负，凭什么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承担？为什么让他们这对狗男女这么践踏我的婚姻跟自尊？我收回了我即将推门而入的手，随即蹑手蹑脚地回到了房间。看着旁边空空如也的床铺，我内心很是失落，不过是让我更加坚定了张磊跟丽丽背叛我的事实。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，脑子里不断重复张磊跟丽丽在酒店的画面，还有刚才他俩在房间里的事实，心里有种被针慢慢刺进的疼痛，那种疼无法描述，只觉得让人崩溃。过了许久，张磊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，躺在床上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继续安心地睡去。此时跟张磊躺在一张床上，
却好似隔着千山万水般的陌生，还有突如其来的恶心，感觉张磊全身都被污染了一般，令我感觉直反胃。有些东西脏了就是脏了，再洗也不会恢复到原先的模样。就好像张磊跟丽丽的不忠，背叛了就是背叛了，我不会当作没发生。我彻夜未眠，天亮以后我就起床做饭了，当作一切都没发生的样子。张磊因跟丽丽运动过量，睡到不早才醒来。丽丽早上明显心情很是愉悦，好像被张磊浇灌后有种被翻牌子的幸运，对我殷勤得很。但是我一看到丽丽的模样，就想到她在张磊面前的搔首弄姿，胃里只觉得恶心干呕。我则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情绪，装作好嫂子的模样，微笑着面对丽丽的殷勤。没一会，张磊从卧室出来了，他正好跟丽丽的眼神对视，丽丽的脸一下就红了。我看着张磊跟丽丽的眉来眼去，真是无法直视。婆婆的变化让我觉得莫名其妙，婆婆不再逼着我喝什么调理身体的汤药了。不过我倒庆幸了，不然不知道又要吃什么可怕的东西了。吃过早饭后，我就上班去了。说是上班，其实我已经跟单位请了半天假。我直接跟好闺蜜刘琦约好见面。刘琦算是我发小了，从3岁时就一起玩在一起。她总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其实她很上进，现在自己开公司，但是由于性格太过开放，张磊就一直不让我跟她过多来往，怕我被她带坏。现在一想，最好的是张磊他自己吧。我跟刘琦约好在他公司楼下咖啡厅见面，我坐在靠窗的座位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出神。没一会，刘琦脚踩跟天高就朝我走了过来，他走到我面前坐下，我才反应过来。刘琦见我心不在焉的模样，一脸坏笑地说：“让我猜猜什么事？你要跟张磊离婚了？”我被刘琦的直爽性格搞得很是无奈，但是我也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性格。我一脸嫌恶地说：“差不多了，但是就算离婚，我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婚。”我的乖乖，你终于开窍了，张磊就是一渣男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早有这个觉悟，还用浪费这么多年的青春吗？说完，刘琦有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。我也没反驳刘琦，反倒被他的话说的忍住笑了起来。跟张磊结婚以后，我已经不记得多久没这么开心的笑过了。每天面对婚姻生活里鸡毛蒜皮的琐碎事，将我的精力耗费大半。结婚以后，硬生生把我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熬成了忍气吞声的黄脸婆。跟刘琦说了张磊跟丽丽的事后，刘琦差点气得蹦起来，恨不得将张磊碎尸万段。要不是我拦着，真怕他冲到我家里去。我将刘琦叫出来，并不是为了跟他大吐苦水的，我真正的目的是给丽丽安排个工作。我跟刘琦说了我的想法，你只需要随便介绍一个简单的工作，顺便带丽丽多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。我刚说完，刘琦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立马说保证完成任务。一切安排好后，我跟刘琦安静地在咖啡厅待了好久。我已经不记得上次来咖啡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。跟张磊结婚后，我一说去咖啡厅，他总会说我不切实际，咖啡哪里喝不了，非要跑到咖啡厅里喝，在咖啡厅喝杯咖啡都够买1盒速溶咖啡了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被张磊的说辞搞得真是觉得是我不过日子的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咖啡厅。这会听着安静的音乐，喝着咖啡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感觉时间静止了似的，心情很是安逸。我还是喜欢我原来的生活，为了张磊，我改变了太多自己的喜好。我开始觉得不甘心，
真的爱一个人，不应该是接受对方的一切吗？而不是试图改变对方。放空了好久，压抑了许久的心情也得到了放松。随后我就回家了。晚饭的时候，我跟张磊说了给丽丽介绍工作的事，张磊竟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，好像觉得我在迫不及待地将丽丽赶出家门。但是我说了我的想法，就打消了张磊心里的偏见。我说了给丽丽介绍的是个前台的工作，没有学历要求，工作内容轻松，工资待遇挺好。丽丽一听就心动了，忍不住的跟我一再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。我跟她说了随时可以去上班。就这样，丽丽开始了朝9晚5的工作。一场好戏即将开始。自从丽丽开始上班了以后，张磊的情绪就变得很不好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跟我发脾气。放到以前，我或许会哄他，无条件的依着他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不再是那个蒙在鼓里的傻子了。刘琦给丽丽安排的工作就在他朋友的公司当前台，丽丽毕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下子进入企业上班，每天围绕着帅哥美女，灯红酒绿，难免会变得不那么容易满足了。丽丽下班以后总会被刘琦带去各种她从没去过的娱乐场所玩，刘琦也没想到丽丽竟然玩得那么开，很快就跟公司里的很多男同事打成一片，也引起了公司不少女同事的排挤。但是丽丽并不在乎，她更在乎自己的感受。自从丽丽上班以后，张磊就有些拿捏不住丽丽了。丽丽甚至开始推脱张磊的要求，这令赵磊很是生气。张磊愤怒地找到我，开始埋怨是我将丽丽带坏，开始学会晚归了。张磊的愤怒不过是因为丽丽无法满足他而找我发泄情绪罢了。我则无辜地告诉张磊，我好心给丽丽介绍工作，竟遭到这种埋怨。丽丽下班回来，正好听到我跟张磊的对话，则站我这边替我说话。张磊跟丽丽也是闹了一些不愉快，半夜张磊又偷偷跑到丽丽房间进行了深入交流后，俩人又重归于好。但是隔天丽丽提出自己要搬到公司宿舍去住，说自己不想来回赶路，任凭张磊跟婆婆的再三阻拦，还是去了公司。丽丽搬走后，张磊跟我大吵大闹，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是我故意赶走的丽丽。对于张磊的气急败坏，我也懒得搭理，气地说：“那你搬出去跟丽丽一起住吧。”说完，张磊就愣住了，赶紧解释说自己不过就是担心丽丽从村里出来什么都不懂，怕她上当受骗罢了。我听着张磊那虚伪的解释，觉得很是可笑。虽然丽丽搬去了公司宿舍，但是一到周末，张磊就迫不及待地去公司找丽丽，然后俩人就跑出去鬼混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张磊这样跟丽丽的地下恋情持续了有2个多月。就在这2天，我突然知道丽丽怀孕的消息。要不是刘琦为疼去医院检查，碰到张磊陪丽丽去妇产科检查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事。但是张磊压根没有生育能力，丽丽怎么怀孕的？这样一想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刘琦跟我说，丽丽跟公司一个高管搞在了一起，那个高管就喜欢这种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下手，丽丽就是那个高管的目标之一。丽丽应该也不知道自己怀的是谁的孩子，索性就跟张磊说是他的孩子了。张磊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当爸了，却不知绿帽子早就戴了好几顶了。刘琦跟我说，丽丽对那个高管也很上心，主要是看中那人的财力了，想要攀高枝，但是那个高管一直对她忽冷忽热。刘琦说，这算是脚踩2条床了，他抓着两边都不放，攀不上高管，跟张磊在一起也不算太差。丽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呀。
自从张磊知道丽丽怀孕以后，每天都会让她妈妈熬各种营养汤给丽丽送去。我故意问婆婆给谁炖的，她都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，然后就说帮忙替隔壁邻居炖的。婆婆这么拙劣的借口都说得出来，她以为我不知道丽丽怀孕的事，我却早就知道了。我不会让张磊跟丽丽这么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婚姻跟自尊的。我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，必须由我体面地结束这段婚姻。我并不是没有给张磊机会，是他一再地挑战我的底线，无视我的存在，不断践踏我对他的感情。我对他已经彻底寒心。这天正好是周末，我已经提前让刘琦开车来我家接我。刘琦开车载我来到张磊跟丽丽每次都会去的酒店。我带着结婚证在前台查到张磊开的房间号码，随即就离开了酒店。我忐忑地坐在车上，刘琦一脸不屑地说：“怎么还舍不得呀？张磊这个渣男这么对你，你最好别动摇。”我则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没有，所有的一切就从这里结束吧。”我在张磊的手机上装了窃听器，听着手机传来张磊跟丽丽腻歪恶心的对话，我是一点不想听下去。关掉张磊跟丽丽的声音，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实名举报有人在酒店进犯罪活动。由于我是实名举报，警察没一会就赶到了酒店，并强行打开了张磊跟丽丽的房间。一切都那么的毫无征兆，又无比的顺利。张磊跟丽丽因为涉嫌犯罪被带回了派出所。当时酒店里有很多围观的人，张磊跟丽丽别提多丢人了，只好低着头赶紧一头钻进了警车里。张磊跟丽丽被抓以后吓得不行，不断解释他们俩没有违法，他们俩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。毕竟，如果张磊跟丽丽坐实了这个罪名，那可不是丢人那么简单了，可能要面临刑法处罚。张磊一家那么注重脸面的人，是绝对不允许摊上这种丢人的事的。丽丽跟张磊本就是一个村的，如果他俩真有个什么事，算是直接在村里要臭名的。丽丽在外人眼里还是一个未婚的黄花大闺女，摊上这种事简直就是致命的，以后直接别指望有人娶她这个人了。警察让张磊跟丽丽找人作证，张磊吓得赶紧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派出所给他作证。我接到张磊电话的时候，露出一抹微笑。没一会我就来到了派出所，我看着狼狈的张磊和丽丽，眼神里只有冷漠，内心毫无任何的情绪波澜。张磊一见到我，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般，刚想要叫我，但是欲言又止地低下头。或许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丢人的事，没脸面对我了。丽丽则没脸没皮地哭着，让我赶紧救她出去，对自己做的那些龌龊事竟毫无愧疚的样子。或许这就是丽丽的本心，她是自私的，可是我又凭什么救她出去？我直接配合警察录好口供，证明了张磊跟丽丽是婚内出轨。最后警察允许我将张磊带走。但是丽丽还需要家人进行认领带回，但是如果我带回也可以，要看我的意愿。但是我拒绝了，丽丽就让她的家人来带走吧，顺便让她的家人好好看看他们的女儿是个什么货色。张磊看着丽丽被拘留在派出所，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，毕竟是他跟丽丽对不起我在先，他不敢再跟我提救丽丽的要求。丽丽在派出所待了一晚，隔天她的爸妈从村里赶来领他们的闺女回去。丽丽爸爸来到派出所，上来就给了丽丽一耳光。丽丽被她爸爸吓得一声不吭，任凭她爸妈的打骂。张磊跟我回到家后，一个劲地跟我道歉，让我原谅他。他跟丽丽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丽丽还怀了他的孩子，他不能就这么撇下丽丽不管不顾。
我冷笑一声，看向张磊，平静地说：“让我原谅你。你们背着我做出这么无耻丢人的事，还残忍地求我原谅。你们做出不要脸的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后果的？现在求原谅，晚了。”就算我已经对张磊没了感情，但我还是愤怒。此时，张磊跪在我跟前，张磊的母亲也是吓得一声不吭，躲在厨房。就在此时，丽丽跟她爸妈来到了我家。丽丽的爸妈一进门就将丽丽按到我跟前，让丽丽跪下跟我道歉，不求我原谅，只希望我能出口气，随便大骂他们的女儿，只要能了心里的那口气。张磊的妈妈一听，吓得赶紧从厨房钻了出来，焦急地大喊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丽丽肚子里已经怀了我们家张磊的骨肉，要是打出个好歹，我怎么跟死去的老头交代呀？”说完，张磊的妈妈就护在丽丽的身上，生怕我真的打了丽丽。我看着张磊母子俩毫无顾忌地对丽丽的偏袒，感觉自己怎么就像瞎眼嫁进张磊家了。看着哭哭啼啼的丽丽，好像我欺负她，把她怎么样似的。我不耐烦地喊道：“我不想看到你们，拜托你们赶紧离开我的家。”说完，我只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刚要走，丽丽就抱着我的腿求我原谅。丽丽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是吓了我一跳。她毕竟已经怀孕了，我也不能把她怎么着，更不敢大力地甩开她的纠缠。我努力地挣脱。此时，丽丽的爸妈坐不住了，竟开始质问埋怨起了张磊爸妈没有照顾好他们的闺女丽丽，甚至要张磊对他们的女儿负责，否则他们老两口就碰死在他家里。张磊跟他妈妈被丽丽的爸妈的话惊到，他们没想到这件事还没处理明白，丽丽的爸妈又开始找事了。我一看这个场面，只觉得头疼烦躁得很，就趁丽丽爸妈闹腾的时候，赶紧离开了家里。离开家以后，我就联系了刘琦，让他陪我去了一趟派出所，拿着结婚证跟户口本，将张磊跟丽丽的那天的口供打印了一份。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，这份口供会是张磊跟丽丽婚内出轨最有力的证据。这次就让张磊净身出户，滚出我家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想再回到家面对张磊母子俩的丑恶嘴脸，索性在离婚前，我就住在了刘琦家里。毕竟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，我还不想我爸妈知道我离婚的事情。等我处理好一切事情，再告诉我爸妈，免得让他们担心。我没回家，张磊跟他妈妈也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估计被丽丽父母缠得都自身难保了。隔天，我就将离婚协议书寄给了张磊。张磊看到离婚协议书，愤怒地大骂我是个恶毒的女人，设计陷害他。不管张磊怎么骂我，我承认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。他可以残忍无情地背叛我，我怎么就不能让他滚出我的生活呢？张丽拿到离婚协议书，死活不同意签字，不管他签不签字，一切由不得他。我向法院起诉离婚。就这样，我还是顺利跟张磊离婚了。因为张磊婚内出轨属于过错方，不仅要赔偿我的婚姻里的损失，还分不了一分我的财产。毕竟我跟张磊结婚时候，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装修也是我家出钱。当时张磊就是拿住我非他不嫁的心思，只给了我2万块的彩礼钱。而且更恶心的是，结婚没多久，张磊的妈妈就借口自己身体不好，需要钱看病，又将那2万块的彩礼要了回去。这样一来，张磊相当于一分没花将我娶了。当时我结婚时候受到不少我爸妈那边亲戚的风言风语，张磊家里亲戚也很看轻我，甚至说我是没人要才赖着张磊不放手的。当时我也是真的爱惨了张磊，对于任何人的冷嘲热讽，我毫不在乎，我只在乎我跟张磊以后的生活。
现在想想，只让我觉得自己还真是傻得无可救药。究竟看上张磊哪一点，甘心倒贴付出一切跟他在一起？张磊跟我离婚以后，变得一无所有。丽丽一家没想到张磊一家只是徒有其表，不过是个空壳子。但是张磊是真的爱上了丽丽，张磊的妈妈又十分看重丽丽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满足丽丽一家的所有要求。就这样，张磊的母亲竟大手笔地拿出20万，说是给丽丽的聘礼，恳求丽丽嫁给张磊。我没想到张磊的妈妈竟手握这么多钱，想当初跟我哭穷，只不过给了我2万块的彩礼，甚至还不要脸地要了回去。现在却这么大手笔地拿出20万，我没觉得多么气愤，只是无奈地摇摇头。就算张磊的母亲拿出20万又如何？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。丽丽爸妈看到张磊妈妈拿出20万后，眼睛瞬间放光，恨不得让张磊母子俩赶紧将丽丽带走。就这样，丽丽跟张磊走到了一起，甚至还要举办婚礼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只觉得无关痛痒，但是我还剩最后一份大礼没送。既然张磊跟丽丽要结婚了，那我就当做结婚礼物送出去吧。张磊因为跟我离婚以后，没有了房子跟钱，只能租住房子跟丽丽结婚。丽丽对于租房结婚这个事一直很不满意，总是不时跟张磊吵闹，说他没用，被我算计失去所有。但是碍于丽丽怀孕，张磊也只能任凭丽丽的各种埋怨跟谩骂，根本不敢还口。还没结婚，张磊跟丽丽已经开始矛盾重重了，可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丽丽为了防止肚子太过显怀，就尽快跟张磊举办婚礼。张磊跟丽丽还不要脸地邀请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我看着喜庆的请帖，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。好戏马上开始了。张磊或许是缺钱，想要通过结婚收些份子钱，给很多亲戚朋友跟同事都发了请帖。别说，还真的来了不少宾客，大概有不少人是奔着看热闹来了，毕竟我也是奔着看热闹来了。这天我盛装打扮了一番，张磊在酒店迎宾时候看到我，当时直接看直了眼，他一脸难以置信地说：“你打扮起来真漂亮，还是我多少有些不知好歹了。”面对张磊的赞美，我毫不在意，点头微笑了下，就进了婚宴现场。丽丽穿着婚纱，像是故意显摆似的说：“哟，这不是我老公的前妻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对于丽丽的冷嘲热讽，我懒得理会，无视丽丽的问候，径直走进了婚宴大厅。丽丽被我的无视搞得无比尴尬，只好用微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我进到婚宴现场，看着乌泱泱的宾客，很是满意。婚宴马上开始，整个现场还在议论纷纷，好似村头家长里短的长舌妇，但凡听到一句，都是对张磊跟丽丽的不好的看法跟传言。我则像个旁观者，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，等待好戏的即将上场。婚礼开始，丽丽穿着浮夸的婚纱，挽着张磊的手，缓缓走过红毯，直到走上婚宴台上。丽丽跟她父母还有张磊跟他妈妈一同站在台上，举起酒杯感谢这到来的宾客。随即大屏幕开始播放张磊跟丽丽珠光宝气的婚纱照。丽丽正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的婚纱照时候，大屏幕突然黑了，然后很快恢复正常。丽丽以为出故障，但是又恢复正常，就没在意。但是此时大屏幕播放的不再是她跟张磊的婚纱照，而是她跟多个陌生男子在一起的画面。随着大屏幕的播放，丽丽发疯似的让酒店赶紧关掉大屏幕，但是完全没有用。
张磊跟他妈妈更是气得脸色铁青。他们没想到丽丽竟是这么一个不安分的女人，真是感觉上了贼船。丽丽的爸妈尴尬的根本不敢去看张磊母子俩的表情，觉得自己女儿真是给他们丢脸丢大了，气得开始不断辱骂丽丽，甚至想要赶紧拉着丽丽离开婚礼现场。屏幕里不光有丽丽跟多名男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，还有丽丽怀孕的真相。当张磊母子俩看到丽丽哭着说自己怀了那个高管孩子，希望跟高管在一起的录音，张磊的妈妈直接惊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丽丽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张磊的。她后悔到不行，上去就给了丽丽一耳光，并不断大骂丽丽是个贱人，竟欺骗她，还不要脸的从她这拿走了20万的彩礼钱。丽丽跟她爸妈吓坏了，想赶紧逃走，但是被张磊母子俩带住，两家直接打了起来，现场混乱不堪。我看这场戏已经演得差不多了，就悠闲地离开了婚宴现场。张磊跟丽丽的婚礼以闹剧结束，成了大家嘴里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我听到后只觉得无趣无聊，但是心里觉得很过瘾。那天婚宴，丽丽被张磊母子俩逼着交出那20万，但是丽丽一家也不是什么好鸟，更是狡辩说他们女儿也是被张磊欺负过的人，那20万就当作青春损失费，死活不还给张磊母子俩。就这样，张磊跟丽丽两家开始打官司，但是这种纠纷官司是最没完没了的，双方都有对错，根本辨不清谁对谁错。就这样，不断上诉败诉，再上诉败诉，重蹈覆辙的不断持续着。张磊一家光打官司花的钱就不少，最后实在打不动，只能认栽，损失了20万不说，还因为打官司将家里的积蓄花个底朝天。无奈之下，张磊母子俩竟不要脸地找上我，求我帮忙。我不帮，就开始各种撒泼打滚辱骂我。张磊的妈妈骂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要不是因为我不能生，又怎么害得他儿子跟丽丽搞到一起，都是因为我才害得他们家损失了20万的。我本想给张磊留些脸面，但是张磊母子俩给脸不要脸，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用再替张磊隐瞒了。我平静地将张磊的不孕的那个检查报告扔在了他的脸上。张磊不耐烦地看了看，当时就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露出后悔的表情。张磊的母亲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，看到自己儿子不对劲，就上前来询问。当他看到自己儿子手中的检查报告，一脸疑惑地问自己儿子发生了什么。张磊对自己母亲的胡搅蛮缠直接没了耐心，直接怒吼他自己的母亲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生育能力。张磊母子被他儿子的怒吼吓了一跳，随即也是一脸惊呆的表情。随即张磊的母亲直接瘫倒在地晕了过去。张磊没想到自己母亲直接吓晕过去，赶紧将他妈妈送去了医院，好在只是受惊过度。张磊像个斗败的公鸡，瘫坐在病房角落，悔恨地默默落泪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我还是去看望了张磊的母亲。张磊看到我来，露出一抹微笑，嘴里不时小声说着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此时的我对张磊已经没有了恨，对他只不过就像是过路人一样。大概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让我看清了很多，也明白了很多。人生本就是坎坷不平的一条路，我们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婚姻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，没有什么完美的婚姻，真实的婚姻就是鸡毛蒜皮中寻找幸福感。不管未来如何，我还是会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跟向往。希望每一个遭遇坎坷的人都能顺利地度过困难险阻，
事过境迁，你会发现生活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